神舟19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10月30号04时27分发射，飞行乘组3位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29号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另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锚定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的目标，正在全面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蔡旭哲担任执行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指令长，指令长的职责类似于航海活动中的船长。蔡旭哲曾执行过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返回地面后，时隔22个月再赴星辰之约，刷新了中国航天员重返太空最短用时记录。一个是思想归零，一个是身体归零，把每次飞行当成是自己的首飞，然后从头的去准备下一次的训练任务。出生于1990年的航天员王浩泽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女航天飞行工程师。入选前，她是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这样一名航天科技工作者，有朝一日竟然能和成为航天员这样一个事搭上边儿。当时想到，竟然有这样一个机会，太宝贵了，我就报了名。并且这个机会太酷了。和王浩泽同岁的宋令东是一名航天驾驶员，他和王浩泽将一同成为空间站迎来的第一批90后航天员。祖国的强大给了我们90后，给了我们这些年轻人机会，给了我们追梦圆梦的机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希强还介绍了中国探月工程的最新进展，表示已经锚定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的目标。据介绍，第4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已完成，有10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包括8名航天驾驶员和2名载荷专家，其中2名载荷专家分别来自香港和澳门地区。载荷专家是到太空去进行各项专门科学实验和探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参与空间实验操作的航天员。李希强还介绍，中方与联合国外空司合作的首批应用项目正在轨开展实验，同时还在与有关国家推动实施更多联合实验研究，磋商选拔训练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的空间站，也是促进人类航天技术发展、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我们随时欢迎世界同行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国际主流媒体高度关注中国探月工程。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在14次载人飞行任务中有8次是访问中国独立建造的天宫空间站。近日，印度表示，这将是中国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的又一个里程碑。天宫空间站展示了中国不断增强的空间探索和研究能力。报道还特别关注乘组中的女性航天员王浩泽，指出她是继刘洋和王亚平之后第3位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中国女性。英国基尔大学天体物理学学者雅科范龙撰文介绍了中国宣布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月的目标。他认为，这对于一个在2003年首次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凡的发展轨迹。中国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运营空间站，并通过探月工程实现了多个重要的、具有挑战性的第一次。从月球表面，包括月球背面带回了样本，中国人已经测试了可能对人类着陆月球至关重要的技术。此外，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日前表示，该局正在同中方官员进行谈判，期待让美国科学家对中方取回的月壤样本开展研究。美国寻求加强与中国在太空问题上的沟通。美国媒体报道，也有美官员纠结，与中方合作可能会有损美国对华强硬姿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中国政府对中美航天交流合作持开放态度，中方也欢迎世界各国参与研究月球样品，但美方似乎忘了沃尔夫条款等国内法的存在，不知道美国科学家和相关机构是否会被本国政府允许参与对华交流合作。沃尔夫条款于2011年首次列入国防与全财年延续拨款法案，此后一直被沿用。它规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机构未经授权不得与中国进行技术交流或联合科研，甚至中国科学家去美国出席学术会议也被禁止。14年来，美方仅批准过1次授权。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仅剩1周，各方展开最后的激烈冲刺。虽然美国舆论预计的所谓10月惊奇事件并未发生，但各类意外事件不断，各种带风向的和散布阴谋论的也很多。候选人们不敢掉以轻心，因为稍有不慎发言，可能就会影响最终的选情。大选投票日临近，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安保级别明显提升，白宫周围设置了安全围栏。一些人担心11月5号当天投票现场可能会发生拥挤等待等状况，而选择提前投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0月28号，全美已有超过4400万名选民提前投票，其中邮寄和到票站投票的各占一半。而提前投票的站点目前遇到了一些干扰事件。当地时间28号凌晨，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地区和华盛顿州温哥华附近各发生一起针对总统大选投票箱的纵火事件。警方担心投票箱纵火事件或将引发效仿。据报道，虽然投票箱都配备了灭火系统，但温哥华的投票箱灭火系统未能有效工作，导致数百张选票被烧毁。波特兰也有3张选票被烧毁。波特兰警方28号表示，一辆可疑汽车与这2起事件有关联。此外，警方还发现这2起事件也与本月8号的另一起选票纵火事件有关。当时，一个燃烧装置被放置在温哥华的另一个投票箱。We don't know the motive behind these acts. It sounds like a series of 3 at this point. But we do know that acts like this are targeted and they're intentional. And we're concerned about that intentional act trying to affect the election process. 近期，多家美国民调机构数据显示，哈里斯虽然继续在全国范围内领先，但优势已经明显缩小。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易普索，这家公司的数据显示，哈里斯的支持率为46%，特朗普为43%，二人之间3个百分点的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由于美国大选采取选举人团制度和赢者通吃的规则，这意味着在更多的小地方以微弱优势取胜，实际上可能诞生隐形冠军。但这样的结果很可能与全国性的普遍民调结果相反。比较经典的是2016年希拉里对阵特朗普，虽然特朗普赢了，但希拉里在全国的得票数量比特朗普还多出18万票。有美国媒体形容，本次大选之焦灼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之最。民主党大佬展现团结，前总统奥巴马夫人人气一直很高的米歇尔也首次为哈里斯站台。他对一些选民对哈里斯和特朗普采取双标的态度表示不满。If I'm a little frustrated that some of us are choosing to ignore Donald Trump's gross incompetence while asking Kamala to dazzle us at every turn. I hope that you'll forgive me if I'm a little angry that we are indifferent to his erratic behavior, his obvious mental decline, his history as a convicted felon, a known slumlord, a predator found liable for sexual abuse. All of this while we pick apart Kamala's answers from interviews that he doesn't even have the courage to do, y'all. 实际上，奥巴马被认为是哈里斯最终能顺利接棒拜登参选的重要幕后推手。米歇尔·奥巴马在最后关头为哈里斯辅选，对女性选民很有号召力。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老人家都选择提前投票，其中就包括本月初刚刚过完100岁生日的前总统卡特，他选择邮寄选票的方式，而拜登总统则选择在老家特拉华州赴票站投票。他的出现也引发记者们的围观，有记者现场就马斯克大手笔赞助特朗普发问。Sir, Elon Musk is handing out checks to unregistered voters to register. Do you think that's legal conduct? Do you think that's election interference? 近日，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宣布向摇摆州选民每天提供100万美元的天价抽奖活动，并在造势活动现场发放支票，每每引发舆论轰动，也引起巨大争议，认为这是用金钱诱导选民，是变相的买选票。据报道，美国司法部已警告马斯克创建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涉嫌违反联邦法律，他正是通过后者发放这些奖金。根据美国法律，向他人支付报酬以引诱或奖励他们投票或登记
属于联邦犯罪，可判处监禁。司法部印制的选举犯罪手册中表示，这项禁令不仅涵盖金钱支出，还包括任何有金钱价值的东西，甚至彩票等。但马斯克每天发放100万美元抽奖的活动博足了眼球，被认为是推高特朗普人气的重要因素，也给他自己旗下的社交媒体 X， 也就是此前的推特带来了滚滚流量。民主党阵营对此必须做出反击。拜登就揭老底称，马斯克在成为世界首富之前，曾以非法劳工身份在美国开启职业生涯。Well, that wealthiest man in the world turned out to be a legal worker here when he was here. Oh, I'm serious. He was supposed to be in school when he came on a student visa. He wasn't in school. He was violating the law. He's talking about all these illegals coming our way. 马斯克出生于南非，1995年因考入斯坦福大学而获得学生签证。但颇有争议的是，他其实并未入学，而是在开学仅2天后就致电校方表示放弃学业。其后在美国创业，如今已经是世界首富，身家超过2700亿美元。仅上周就因股票上涨而入账超过260亿美元。对于自己持学生签证创业违反美国签证法律的抨击，马斯克辩解称自己当年是获得批准在美国工作。27号，马斯克还在社交平台转发拜登攻击他的视频，还附上一句嘲讽意味很足的话。所以他现在开始关心非法移民问题了，并添加了2个笑哭的表情。特朗普强势建造美墨边境墙，拜登政府则一直被攻击在应对非法移民方面软弱。27号晚，自称纽约客的特朗普回到他的主场，非常豪气地租下了纽约曼哈顿中城最大活动场地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造势大会。马斯克及家人当天也现身，但更为罕见的是，特朗普妻子梅拉尼亚也出席这场造势活动，这是她在丈夫这次参选以来的首次。有网友注意到，台上特朗普激情演讲，台下马斯克带娃与梅拉尼亚同框。特朗普的2儿子埃里克表示，活动现场有2万观众，还有20万人聚集在场外。特朗普拉票的语言十分直接，他对着选民大喊：“哈里斯，你被解雇了。” Now the fate of our nation is in your hands. Next Tuesday, you have to stand up and you have to tell Kamala Harris that you've done a terrible job. Kamala, you're fired. Get out. Get out. You're fired. 美国舆论认为，特朗普选择在纽约市而非摇摆州举行关键的一场造势活动是不走寻常路。值得一提的是，过去40年，更多纽约市选民都选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分析认为，纽约是美国的传媒业中心，也是特朗普的大本营，因此他有不走寻常路的本钱。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的民调还显示，特朗普成功吸引到了年轻男性选民的支持，与哈里斯通过网络梗和流行文化吸引年轻女性选民形成鲜明对比。That you saw back in the 60s and 70s in American man. Just strong men providing for their family.